Hi everyone, this video is designed to be used with Language Reactor, a great tool for language learning that has the following 5 features. For a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on how to use Language Reactor, click on the link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If you wish to study with transcripts, go to our website store to have access to our entire PDF collection for one low price, as well as other inexpensive courses such as HSK 1 to 6, Anki flashcards, pocket-sized posters to study Chinese characters, as well as audio podcasts, street interview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more. A link to our store is below. 你有没有听过摆烂这个词？有啊，你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摆烂等于躺平吧。我可以解释，就是我情绪比较消极，然后什么也不想干，对任何人事物都没有积极的那种心态。摆烂就是不想努力了，然后只想着就是有多少花多少。同意吗？赞同，agree。就是这个日子已经这样了，就随便吧，爱怎么过怎么过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就是没有上升的一个动力了，然后就随意，就想怎样就怎样。摆烂对我来说就是工作是工作，工作是为了就是有一定的收入可以稳定我的生活，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摆烂一下，就是适当的摸摸鱼。比如说我可能这个事情5分钟要求我，就是我可以在5分钟做完，那我就拖一下，做个半小时。就摸一下鱼咯，可能喝个水啦，去抽个烟啦，反正老板不催我就，你懂的。难怪不敢让柜内人看到。对的呀，把老板抓到很伤心的。就是对现在的生活就是置之不理，然后呢，对自己的生活持一种非常冷漠的态度，然后无所作为，我觉得是这样理解的。摆烂其实就是取悦你自己吧，它也不是你不做什么事情，而是你觉得什么快乐你就去做什么事情。就比如说我今天我不想控制饮食，我想吃炸鸡，那我就放肆去吃一餐。然后比如说我今天不想运动，那我就躺一天，就是摆烂。假设是完全摆烂的那种，你觉得他们对人生的追求是什么？佛系。其实佛系这个词也是最近才出来的，能不能解释一下？随心所欲，那么就是不要去特别去追求一些事情吧。我是觉得这应该是属于佛系吧。看淡一切，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像和尚一样的吗？对，像和尚把心态摆平了，就没有当下的焦虑啊，干什么？这就是这个佛系的一个心态吧。就是没有那么多欲望是吗？对，没有那么多欲望啊，然后也是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佛系一些，把什么事情都看淡。摆烂的人为什么会摆烂？摆烂，我觉得他就分2种情况吧，一种是他现在的经济已经足够支持他生活，然后有吃有喝有穿，他不需要努力就可以过一个自己觉得比较就是可以接受的生活程度，然后他就选择了不求上进。然后还有一种呢，是他已经这样了，他自己觉得再努力也没有用，所以他就选择一种自己觉得比较舒适的方式，破罐子破摔嘛。对。agree。因为现在的话，经济并不是特别的好，那么每一个人的话，不管是做生意的啊、上班啊或干嘛的，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种压力。有些人很努力去做一件事情，但是依然没有看到结果。比如说我去很努力的去投资样什么东西，但可能没有盈利的情况下，还可能会亏损，那我可能选择摆烂我还不先看一下那个用那个银行的利息存款那些吃利息啊干嘛的。摆烂可能会稳定好现在生活，如果错误方向努力的话，可能的话亏损会更加严重。我估计我是个人这样理解啊。就是你刚刚说经济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吗？在什么方面体现呢？就自己有什么感觉吗？大家那个什么消费降级了吧？后疫情时代，我觉得好像大家那个什么消费都降级了。就说现在最近不是那个双11嘛，对不对？双11，反正我记得我前几年的话，在疫情之前就是特别大手大脚的花，就是看比什么我今天花了8、9千啊什么的，就是双11啊什么的。现在的话都是比谁花的少吗？对，比以前花的少很多，就是说没有必要的东西就尽量不会去买。以前的话就是看什么东西就想买什么。
与其说大家都是摆烂，我觉得更不如说的是，这是一种就是对现在这个社会的一种反抗吧。就是大家的现在的压力都很大，所以的话，通过这种短暂的摆烂来调整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积极向上。那你刚刚说反抗是反抗什么呢？因为现在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无论你是去上班还是你去学校，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压力。那我们学生的话，在学校里面，那比如说我快要毕业了，那我可能又要面临着找工作的压力。那你已经上班了的话，你可能又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这个来自上司啊，或者是同事之间的压力。对，就是对这种压力的一种反抗，我觉得是。哎，你觉得中国人是不是可以用连轴转来描述？就是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努力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累了才要摆烂。我觉得是有的，因为我们传统文化一直会提倡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就人生来就是要吃苦，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享乐呢？所以的话，现在也有一种，我觉得是在存在大家的心理当中，就是我们不一定要吃苦，就是没必要的苦不吃。对，我们就是没必要的苦，我们不需要吃。当然，有些苦可能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那这些苦可以吃，但是那种没必要的，我们就不需要去硬啃。你觉得你现在作为一名大学生，即将也要毕业了是吧？我刚刚入学。哦，刚入学。那未来要面临找工作的这个事情啊，你觉得现在的你们这一代年轻人压力大吗？我觉得压力很大，因为现在就是大家越来越卷了，而且学历也一直在贬值，现在国家也一直在开很多的硕士点，所以以前可能觉得读个本科已经出来找工作已经非常优势，但是现在你读到研究生可能还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岗位，工作了之后可能还到了一定，比如说35岁了会被裁员，就是一个刚好又是上有老下有小年纪，就生活压力会更加大。为什么会出现这个35岁裁员？你工作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你的工资可能相对也会比刚入职的年轻人更高，但你体力比不上年轻人，所以可能就没有年轻人那么有竞争力。一方面是出于就是对这个生活的压力，而且现在年轻人经历过，尤其是经历过疫情之后，我觉得大家的思想就相对保守一点，就觉得很多的东西我要珍惜身边的东西，他就觉得有些东西我没必要再去拼了，我只要珍惜眼前或者我当下所拥有的，然后他慢慢的把这个精神松懈下来之后，他可能就觉得我不卷了，然后就慢慢的对很多事情看淡了，他就开始慢慢躺下来的那种感觉，但是又不能完全躺平，就我还是要工作呀，我还是要去就是做一些事情啊，只不过没有原来那么卷了，慢慢找到平衡。对，他就是这种的。工作生活压力很大。什么方面的压力？工作方面的压力。就是不想上班。那以前也有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因为工作压力会摆烂？现在的环境我觉得跟以前就很不一样，就从经济方面或者是现在的生活方面，你要跟老一辈来说就是差别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摆烂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哪一方面的差别？就家长会问你存多少钱啦，你工作涨没涨，工资涨没涨啊，就存不到钱啊现在。因为像现在这发展嘛，如果去做工作的话，工资低，而且又辛苦，现在就选择摆烂这条路了。一个是大环境影响的问题 ，AI 出来了嘛，然后就很多就选择摆烂了。为什么 AI 出来就摆烂了？有很多找不到工作嘛。就是 AI 代替了人工。我觉得从工作上来看的话，那可能就是自己看不到一些希望，或者自己所做的努力没有达到预期，或者有一些更负向的反馈，影响自己的情绪和状态了。或者当下我觉得我做什么都不能够解决，也不能够缓解我现在的现状，那我可能就会尝试去摆烂。那你自己有想过摆烂吗？看情况吧。那我周末什么也不想干的时候，那我就想摆烂呀。只有周末不想干算摆烂吗？那也分阶段呀，你上班的时候也不能说摆烂就摆烂，这段会播出去吗？我老板会看到的。看不到的。我是上班努力。就是大家发现自己努力好像也并不一定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然后那不如摆烂。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觉得有这个感觉了？就贫富差距大了吧。因为你像以前计划经济的时候，那你努力工作你就1个工分，你得到的就会更多。那现在贫富差距稍微大了点，你努力并不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
结果，那就躺平好像也是一样的。那你觉得这种心理对社会有不好的影响吗？对于国家进步是肯定是不好的，但是确实，现在存在这样的一个 bug 吧，就是也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感觉。那你现在的状态，你觉得你是卷的时候更多，还是摆烂的时候更多？就一半儿一半儿吧。一个月有一半时间。我觉得话，挺大的原因就是现在年轻人嘛，压力比较大，然后呼声比较高，会说的人比较多，大部分人都说我在摆烂。他们说在摆烂，你觉得他们是真的在摆烂吗？就是可能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吧，就是说我想摆烂，但是可能是更多的是被动的在生活。你刚刚说的现在年轻人压力大嘛，你觉得有哪一些压力呢？挺多方面的吧。就我个人而言的话，就是比方说工作上的压力，还有生活上面的压力，还有一些来自家庭的，比如说催婚嘛。这一代的年轻人相比我们父母那一代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有摆烂这个心理？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当下大环境交流的人更多，然后年轻人的想法可能跟当时也不太一样。相对来说的工作吧，因为当时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你读书之后有一个包分配的工作之类的，然后一直干下去，对，容易拿到铁饭碗是一个。就说到找工作，你觉得现在找工作难吗？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找工作不难，但是找到符合自己想要的工作难。那你身边还有其他的人摆烂吗？谁不都摆烂？年轻人都摆烂。大家为什么不努力工作呢？就是让老板知道一分钱一分货，你给我2500，你还想要什么样的服务啊？真的是，钱给到位我也到位。桂林才2500吗？没有，我没有，我还是5000多的。可以的，那少摆一点还是？绝对要摆。给个8000就可以了。给1万我做8000，给8000我做6000。如果说是那种纯粹的摆烂的话，其实我周围的还不多，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属于说是博士阶段的话，大家都还是蛮卷的。周围还是摆烂的蛮少的。其实整体来说吧，就有些人会觉得我就不工作了，我不努力了，我也不奋斗了，反正有没有钱也无所谓了。这个是年轻人可以做的吗？我觉得我们不能摆烂吧，我们一摆烂就没有，我感觉生活中可能很多时候，如果一旦停下脚步，很多东西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压力，后面你要再想要去站起来去努力，我觉得非常难了。觉得还是不要摆烂吧。其实大家都有摆烂的那个情绪在，只是看你摆烂和你上进的占比多不多。大家时而是摆烂，时而是鞭策一下。对，身边有朋友有过，自己也有过。为什么会想摆烂？如果去做工作的话，工资低一个问题，而且又辛苦，现在就选择摆烂这条路。你们自己有想过摆烂吗？天天在摆着。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一直摆下去。天天想摆烂啊？那你自己是为什么呢？工作，比如说繁忙之中让自己放松的一种方式吧。我觉得这种心理其实在我们年轻人当中还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是学生嘛，所以的话在学生群体当中还是更加常见的。你所说的学生摆烂是指他们就完全不学习了，还是只是说有某一个时期摆烂？我觉得大家虽然平常都说的是摆烂，但其实更多的只是某一段时间或者是某一天，就是相当于给自己放一个假，然后一个短期的这个暂停，按下一个暂停键，让自己更好的休息一下，更好的调整一下。我觉得更多的是这样的一种心理。那你身边有摆烂的人吗？我就代表啊。你描述一下你一天摆烂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这个不会发给领导看吧？不会，没有的。我觉得怎么说，就是说努力了一段时间，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结果，那就想要停下来调整一下自己，那我就选择摆烂。因为如果一直在努力，怎么上进啊干嘛的，然后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很容易陷入叫什么当下一个焦虑。其实焦虑啊、内耗，其实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也不是特别的好我觉得适当的摆烂也是一种调节心情吧，我觉得心理的那种状态。那你怎么放松自己？打王者，打游戏是吧？如果连跪的话，可能更加影响心情。没有开玩笑的，就跟朋友一起那什么逛逛街、聊聊天啊什么的，就是
很忙的时候会忙里偷闲吧，应该这样说。那你希望从工作中得到什么呢？得到什么结果？那当然是升职加薪这之类的。那你身边有抱有摆烂心理的人吗？没有吧？都这个年纪了，怎么摆烂？有家有业，上有父母下有孩子的，没有资格去摆烂。那摆烂的是什么样的群体呢？是更年轻一点的吗？就相对可能负担比较少一点的吧。你要是说，比如说这个人又要还房贷，然后又有父母要赡养，然后孩子正在上小学或幼儿园，没有资格去摆烂。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让大家不去摆烂？没有那种 PUA 的人就可以了。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就是解释 PUA？ 其实我之前有一份工作，那个我上面的领导就是使劲跟我说，你完成了这个目标，我允诺给你什么什么什么职位，但是我完成了，然后他就说你再等等，然后我又完成了一个目标，他又说你再等等，然后事不过三嘛，但是他到第3次了，他还是这样子，我就直接摆烂了，我就跟他辞去请假，我就不想上了。工资上涨。对，然后就是休息时间变多，对，业余时间多的话可能会。你觉得有可能实现吗？希望吧，希望国家能够看到这一条信息。可能收入吧。收入低吗？现在是？收入，我觉得至少对于我来说是挺低的。比如说经济下行了，就是大家面临的生存压力更大，你就是面临房子要断供了，孩子学费要交不上了，可能就会有危机意识了。我觉得如果这个社会都是朝着非常好的方向去发展的话，那我估计大家也不会太摆烂。像今年的就业市场就不太好，我周围很多同学他都没有找到工作，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只能通过摆烂去对抗这样的一种环境了。那不然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呢？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们并不是我们自己不努力，只是说这个社会就现在就存在这样的问题。那像前段时间很火的，就是让那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脱下自己的长衫，但是真的是我们对，就是真的是我们不愿意脱下这个长衫吗？那我们脱了，它就真的能够有，就是符合我们这么多年受过教育的一个工作吗？对，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够给社会创造相应的价值，但如果这个岗位和你受过的教育就是不匹配的话，那我们读这么多年的书，那意义在哪里呢？那这种摆烂的心理吧，对社会有负面的影响吗？这个我觉得是有负面的影响，对，但是肯定也会有正面的影响。负面的影响就是一旦就是大家这种心理，可能有些人只是开玩笑的说，但如果有些人一旦把这个摆烂当成一个很认真的去对待的话，那可能我们这个社会就没有更多的发展动力了。那正面的也是我刚才说了很久的，就是适时的利用这种态度去调整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生活有一个平衡，对，平衡，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出现一个新的转机什么的。有些人可能通过短暂的摆烂几天，他可能就找到了自己以后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以后自己想要从事的方向，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觉得。这种摆烂的心理是大学生多一点，还是说受教育程度稍微低一点的人群多一点？受高等教育更多一些的人的话，他可能会对自身的这个发展，对自身的这个以后的这个人生会有更多的思考。就是你思考的越多，你可能就会越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经济状况都非常的好，比如说那个什么做什么都会得钱看到希望是吧？对，看到希望，就像股市一样的，对不对嘛？股市那个时候大牛市的时候，就投哪一只股票都赚钱，有很多的人就会哪怕是去借钱也去炒股，天上掉馅饼了，掉茄了，有个这个机会，有个这个机遇，大家都不会去选择摆烂。就是像经济好了，工资高了，摆烂的人就少了。那你觉得摆烂这个群体是可能大学生像受过高等教育的多一点，还是说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多？像大学生受过教育的多一点。为什么？因为工资低不想去，工资高做不了，所以就选择摆烂。就是摆烂人群中是男性多还是女性多？觉得男性比较多吧。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可能说的有点好笑，就是可以从
身材颜值管理方面来说，像比如说你看大学毕业5年后，可能很多男同学他的身材就已经发福了，但女同学她还是很年轻很美丽。我是从这个角度上来分析的。那为什么他们就会发福了呢？就不管理了呢？可能他们是对身材上面摆烂，可能也是生活压力导致吧。那你觉得现在的这个社会，男性跟女性谁面临的社会压力更大？我觉得女性面临社会压力应该会更大，因为女性面临着一些生育上压力，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对女性还是不太友好的，因为育龄女性在求职的过程中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就比如说会想到你要休产假，还要给你发工资，公司就会觉得用人成本就会提高，而且家庭在中国这个社会一般家庭还是女性兼顾的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女性在面临的压力会更加大一些。男的多。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感觉男的他有一定的惰性。那你说一下这个摄像首歌是有惰性是吗？男的惰性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就是天生就有一种惰性，天生就懒，听到没？补充一下叫钝感力。好，钝感力。这个懒从哪里体现呢？可能就是钝感力。你要勤快一点的话，你就会稍微比较敏感，像女生一样比较敏感，注意到事情有什么差别就会改变自己的行动。然后男的他就不钝感力吧，感受不到也不会改，也不会动，那就懒。男的多。为啥？因为懒吗？对。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好像都是男的比较懒，女的好像很少。赞同，但是我除外。他懒吗？懒。哪一方？怎么懒？怎么懒？他都帮你拎东西，你还说他懒？可是他拎的是我。对呀，他没拎我的呀。可是他没有好好学习。所以你的学习很差吗？班级第4名。倒数吗？正数。6级还没过。英语4级刚过。英语不行啊。那你觉得摆烂的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我觉得应该是女的会比较多吧。为什么呢？我们国家的话，就觉得男人的话就应该是要顶天立地，是作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之类的。这种思想的话，会因为刻在他们的骨子里面。那如果一个男人他选择了摆烂，他如果有家庭的话，那可能还面临那个社会的压力，那种声音的话更加大。就是他没有办法摆烂。相对的话，比女人摆烂的话，那个叫什么？成本高一点。成本要高很多。对，因为那个社会压力可能会更加大一些。我是这样觉得。就是男的摆不起烂是吗？相对比女的摆烂的那个成本要高那么一点。我觉得可能女性会大于男性吧。男性的话，他可能还会背负着身上的一点点小小的压力，因为每个人不同吧。男性比女性多了什么压力？就比如说现在他们那种结婚生子啊，那你肯定压力可能会大于那些。但女孩子不一样，女孩子她比如说今天心情不好，她可以马上就立马摆烂。但男孩子如果心情不好，他会考虑到家庭种种原因吧。但是大多数女男性也不会让自己的妻子或者女朋友去那么努力，然后基本上男性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女性是摆烂也不会被人说，但是男性可能。对，是一个道理，是一个道理。应该也一半一半吧。对，我觉得一半一半。就是你觉得男性跟女性面临的压力是一样的吗？就桂林本地而言，我觉得是一样的，可能女性还大一些。为什么？因为在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可能桂林的男孩子的摆烂的程度更大，可能他的上进心方面之类的，我个人觉得可能没有女生更努力。我觉得话，男性可能更多吧。男性的压力可能更大，所以他可能更加想无所谓一点。哪一方面的压力更大？比方说，就是说中国的婚姻习俗，对吧？就是男方要准备彩礼啊，准备房子啊，准备车子啊，这些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压力。无形的压力就是其他方面的可能会遇到的更多。就比如说工作之类的。那你说男性可能因为经济压力更大一点，会摆烂的更多一点。那如果说他有这么多的经济压力跟家庭责任，他还能摆烂吗？对啊，所以就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网上大部分人说摆烂，可能只是心态上想摆烂，但实际上他并没有。